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红石口袋，我是鱼竿。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呢，就表示我们今天又来做料理。大家看到标题就已经知道，我们今天要还原的是4000年前的一道失传的料理。那今天为什么突然想要做这一集呢？是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一则新闻，然后那新闻就是说，国外有一位教授叫做比尔·萨瑟兰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是大家都隔离在家里嘛，太无聊了，所以他就翻出了这个4000年前刻在美索不达米亚石板上的食谱，然后就要来还原它。他是剑桥大学保育生物学的教授。一个这么饱读诗书的人，愿意尝试这个东西，我非常懂他。因为我看到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我要来尝试，感觉我也可以考上剑桥大学了。那这个食谱呢，是由一群精通烹饪历史、食品学和楔形文字的国际学者一起发掘出来的。他们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重现，包含他食谱里面没有讲到的东西，当时可能用到的植物、调味料什么，他们都有很认真的去了解，然后重现了。那这是他们当时重现的照片，这是后来这位教授重现的照片。我感觉就是好像都不是很美味，所以我今天想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重现这一道炖羊肉。为什么只重现这道炖羊肉呢？其实他们当初有发现4块石板，那这4块石板上都有完整的记录这个食谱，其他3个呢里面都要加香菜。我直接觉得那不是人吃的，我们直接来做炖羊肉。Go！ 在确认今天的配料之前呢，我们来念一下当初他们在上面写的这个食谱怎么讲。它上面说，准备羊肉，加油、水、盐、大麦饼、洋葱、波斯红葱头、牛奶，再加压碎的大蒜和葱。就这样，没有任何的步骤跟量，全部都要靠你自己摸索。以我自己的经验去看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强烈的在删除羊骚味的一个炖肉，应该吧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材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材料。那我只是大概抓一个我觉得 OK 的量，所以我用了1整颗的洋葱，1整颗的大蒜，6小颗红葱头，盐之花，用这么好的盐，然后羊肉块，然后2个小时前泡的大麦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大麦饼，我也不会做，牛奶跟油，哦还有葱。我今天的策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全部的东西都炖到烂到极致。我觉得炖羊肉不会有什么难吃的啦，只要有咸、有去腥、有熟，炖羊肉应该就会好吃吧。毕竟我也不是一个讨厌吃羊肉的人。来切菜，我不想吃到它，所以我要切大颗一点。红葱头我决定切这么大颗，我才不要吃什么红葱头。基本上我就只有去头去尾剖一半而已。懂红葱头的人请不要骂我，因为我真的不懂。大蒜的处理方法一样，我妈相信大蒜在我们煮的期间会变成泥状，而且我相信当初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应该也没有强调什么刀工啦。然后洋葱呢，我就切大块，我不管了。不管洋葱就是这样，我只要它们的味道，全部都是随性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炒我们的东西了。我们就先开火，把我们的羊肉炸一炸，煎煎。直接下去把它煎到外面半熟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，但是这道料理根本就没有什么对错，所以我觉得就发挥一点创意吧。这一步只是要稍微锁住它的味道在里面而已。有人不爱吃羊肉吗？一定有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我超爱吃羊肉，而且我最近一直在看羊肉粉啊，或是火锅的羊肉啊，手抓羊啊，新疆的，哇，好想吃羊肉。刚好就看到了这个食谱，在这煎的过程里面，这个油就有这个羊骚味。不吃羊的人最惧怕的羊骚味，但是我爱，所以就是让它煎一下，让羊油跟这个油混合一下。其实它剩下的东西都很简单，就是牛奶、盐、水、油，就这样。这就是它所有的调味料，其他都是食材。然后就这样子，会有一点小焦焦，我们就可以加起来。小焦焦是谁啊？然后现在呢，就把我们的洋葱丢下去。因为我不想要吃到洋葱的口感，所以我会炒久一点，我会让它稍微卡拉梅里啫，就是焦糖化。OK， 接下来我们来下个大蒜跟红葱头，我决定葱要再晚一点再下。哇塞，其实现在超香的。好，再来是下葱跟羊肉。
大概大家都炒香了以后，我们就来加第一次的水。先加水，后加奶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我煮咖喱的时候是这样，大致上淹没就好，然后等它滚。它的浮沫比我想象的还要少很多，我几乎不太需要捞啊。然后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怎么避免自己喝到这些杂质呢？我决定等一下把羊肉捞出来，然后所有剩下的食材都过滤一遍，留下汤跟羊肉之后，我们拿去电锅蒸，因为毕竟要炖汤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给它小火炖个10分钟好了。这个时候我先试喝一下好了。哦。葱味很浓。OK， 时间过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汤有够雪白，好可怕哦！我感觉浓浓的都是辛香料的味道。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把羊肉夹出来，汤沥出来，然后丢到电锅里面的动作了。先来把羊肉夹出来。哇，这羊肉现在感觉超嫩的，好臭哦！他们吃这种东西超浓，不然也不想吃哎。然后这脂肪，抖动的脂肪。再来我们把这个汁拿出来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浓了，浓到傻眼。我觉得这味道不是香的，我好害怕哦。然后呢，我就要加入我们刚刚的这个大麦，我已经泡过了，然后把它放到下面。会不会太多？因为我本来预计就是让它变成一个像大麦粥的东西。研究的团队是说，它是一个料理，然后最后是用大麦饼去沾着它吃。那我觉得呢，就把它做成粥吧。然后我们在这边就加入一点的盐巴，好像加米酒。这个羊骚味，然后我们这时候加一点点奶，我们奶分2次，因为我怕奶太早放就是破坏掉那个本来该有的那个鲜味。好，大致淹没它就好。我感觉我现在就要先试吃，免得等一下出来会很可怕。好，我试喝一下。其实还可以，哦，有点期待。嘿，2个小时，这个东西要等2个小时才能吃。我们等下1个小时的时候再来看看。那现在1个小时了，我们先停止好了。我刚刚大概看了一下，然后我们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它现在就是一个大麦粥的状况，100%就是我想要的那个感觉，有没有？感觉就是超级营养的粥。然后大麦它就是会比较粒粒分明，就像薏仁那样。我先把它装一碗起来。刚刚有说我们要分2段放牛奶，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一步应该是要放鲜奶油或是打发的奶油，但是美索不达米亚人应该是不会这样吃，所以我们再加一点牛奶。完成，这就是我们4000年前啊，好烫！4000年前的炖羊肉，好烫，试吃。好。这个来自4000年前的食谱，就这么做好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超香，洋葱的味道，然后大蒜的味道，然后加上那个奶香，还有一股羊骚味。那个羊骚味就是重点。然后现在那个大麦的颗粒啊，就是煮的像薏仁粥的那个质感。我们吃一口看看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像生病的时候在吃的东西。不算难吃，但是就很像粥，会让你很想要打颗蛋进去，然后搅一搅来吃。不过我觉得可能是我大麦加太多了，因为它原本应该还是比较偏向汤那边的，然后我不想把它煮成粥了。不过味道是可以啦。我现在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要来吃一块羊肉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美索不达米亚人很懂吃哎。我买的这个羊肉不是新鲜羊肉，它是冷冻羊肉，但是竟然还可以煮得这么嫩，而且我跟你讲，那个腥骚味啊变得很正面，是好的骚味。直接就脱离骨头 ，Oh my god，真是很好吃哎！我
我应该把大麦加进去的。它作为单纯的炖羊肉，好好吃。我们应该就当初就是直接炖那个羊肉好了，我们直接把那个什么干大麦饼舍弃。大家绝对可以用葱头、大蒜、葱跟洋葱，你这里有葱的东西都拿来用，把它全部丢到锅子里面煮，拿去炒，加水、加奶，然后想加一点点黑胡椒试试看。因为我觉得它就少了一个新香料的感觉。我加了意大利香料跟黑胡椒，试试看。煮久一点就变炖饭了，但是我觉得羊骚味好像大部分都跑到大麦里面，好吃啦，羊肉很好吃啊，大麦也可以不要放啦。天哪，这羊肉真是好吃到直接哭出来。总之，谢谢4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分享了他们的这个食谱，真的很好吃，而且那个时候的东西应该更天然、更好吃啊，好羡慕他们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可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